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回光返照时，一直赶你出去，你是他最疼那个，一直在哭，这么爸爸赶我出去，然后不要见我，你会一直在内疚，一直在说我做错什么东西，其实不是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。所以在这几点的这个症状呢，其实呢，如果是你是自己是临终者，或者是自己是临终者，或者是你的家人是你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你是他家人的话，当你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，第一，家人是不要慌啊，不要慌。不要慌，自己也不要慌，如果是自己是临终者的话，自己也不要慌，因为一慌的话，你怎样慌都好，那个 process 还是会继续下去的。可是慌是对呢，你是我们叫的 inevitable， 就是它一直是会向前走，它不会退后的。有些疾病是可以医的话，就好像我们好像那种撞车那种，我刚才讲第一种，等一下我会谈一下。就好像这种比较chronic 的，它是多数都是一个路程，就是直接去到往生的时候，这种是没有退回的那个机会的话，就算医药方面都不能把你救回来的话，这样你开始就是要走完这一段路的话，所以我叫你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当然是会慌啦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准备。可是多数的 terminal patient 他们都会有心理准备了，已经知道自己差不多的时间。明白吗？他们自己心里有数，可是我们家人有心里无数，家人没有准备到，就一直在那边担心，一直到哇很慌啊！我家里妈妈、我弟弟、我公公什么这样子，我很慌啊！家人不要慌，家人一慌的话，会搞到那个临终者不安。因为他会听到你说话你看他会因为你的心情会影响到他。我这样讲你都会有心情，你现在听我这样讲你都有心情都有感受嘛，对不对？都有感受了。对。如果一直在那边哭，一直在讲东西，讲到那些以前的东西讲到不愉快的东西、太开心的东西之类的，都会影响这个临终者的思维和他的感受。其实是不好受的，因为你身体已经出状况身体已经很辛苦了，再加上我们的那个精神上的这种压力家人给的压力，还有自己害怕的那种你因为临终是很怕的，很恐怖一下，会觉得，因为我从来就第一次嘛，就好像李叔跟我讲，第一次做live这样子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我们医生就会跟那个病人说：“哇，你不用怕啦，我们在你身边，你什么事情就跟我讲就好了，我们立刻给你药。”就是这样，这个方式就是一直在陪伴那个临终者的让他们不怕了，让他们不怕。所以家人一定要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如果其中一个家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就立刻告诉其他家人不要太 emotion， 不要太 emotion。真的顶不到，真的是去外面还是去外面远一点。有些病人会说：“我不要看这个人，我不要见这个人，你最好是出国，我不要你在这里，我不想在我身边出现，赶你出去。”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回光返照时，一直赶你出去，你是他最疼那个，他一直在逼你出去，走，你不要接近我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他讲那些很 harsh 的 word， 那个临终病人会这样子讲，赶那个孩子出去。你不要伤心哦，那个孩子不要伤心哦。为什么呢？他可能那时候那个心很挂这些人他放不下，他看到你才放不下，就是让他去。然后我也知道你也是那个百般的折磨，你被自己最爱的人赶出去，是最折磨的一个情况。我觉得呢，你可以在远远默默的去看他就好。意思说你在那个那个床的那个帘的后面偷偷的去看他就好了，明白吗？然后慢慢的祝福他。如果你有宗教的这个时候，这是时候是最好的宗教的你学不学的那宗教，一切的宗教的那些仪式
理念啊，都是这个时候慢慢出来了。就是把你要诵经你就诵经啊，马来人就会诵经啊，对吗？然后华人呢就是会诵经或者读一点的或者是那些牧师啊，他们会过来啊，跟那个病人给一些牧师很多病人他自己有自己的 favorite 的宗教师，对，就请他们过来啊，因为他看到宗教师他就心就安了。那时候病人其实他要临死之前他不会挂念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很少会。我很想念你啊，我放不下，比较少。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很辛苦的，他们已经不想再想这些，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想到我还爱你，我恨你，我什么没有了。他现在身体都很疼痛，很不舒服了，他也不会想到家人重要不重要了，他只是想经过那个过程就快点过这样子。所以我讲，所以你亲人，如果你是那个家人那个亲人的话哈，自己是亲人的话。你们不要介怀呀，因为我知道哦，他临终的时候赶你出去哦，然后他就往生过后，你会一直在哭，这么爸爸赶我出去，然后不要见我，你会一直在内疚，一直在说我做错什么东西。其实不是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他的错，这就是很 natural 的，很正常的。对，哇，这个感受真的非常深刻。对，而且我今天听 Doctor 这样子讲，其实更多的是给大家有一个预先的彩排，因为我感觉到大家都说，不管自己是临终者还是家人是临终者，大家都是第一次。如果第一次你还没有体验过，你一定怕的嘛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 Doctor 的这个分享，我觉得我们作为以后自己也是临终者，或是以后是成为家人的临终者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？至少我是说从我的 SEP 这边是可以听到啦，这一个。因为这一层的知识呢，我们是很难会真正去体验的，因为究竟你不是做临终这方面的工作者哈，临终工作者可能他们对这些很有经验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比较有 privilege， 就是比较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自己要临终的时候呢，到底你够不够镇定啊，够不够这个能力去面对，那就是不同的。看知道和体验是不一样的。好像现在我可以讲第二 part， 就是那个一下子来的，可以没有问题。因为我相信有些人也想知道一下，到底这种一下子来的来不及的那种我们叫意外的横祸之类的东西，到底那个往生者会不会经过这些东西呢？这临终者会不会经历到刚才我讲的5个symptom呢？他们可能会有，可能他们有的太快了，在几秒钟就全部完成了这5个 step。哇，可能几秒钟就完成这个 step。好，这样应该会很辛苦吧？这样子的话，这样有些人就说哦，干脆就一了百了，搞定啊。有些人就说这样不是来不及准备对吗？可是什么叫准备呢？现在就准备咯，不要等到明天才准备咯。我现在跟你说，就是我一直是很想分享这chapter，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要把自己现在准备好了，今天就准备了，不要去想明天哦，因为横祸就是不知道几时会来呀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知道死亡和未知哪一个先来，所以就是做好准备，心里有个底，至少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样怕咯。这个对，所以我就是跟你说，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讲，不可能一个人知道你几时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几时死因为我每天看人家往生哦，由小到大，如 baby。有10多几岁、10多岁、20多岁，每个岁数都会有死亡的。我每天在看有些就很快就这样子就往生了，有些就是折磨几年才是往生，我都看过很多。